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蝴蝶兰刚买回来，花苞一个接一个掉，根也烂，叶子也蔫，甚至还没来得及欣赏它的美，就眼睁睁看着它一点点枯萎。其实不是你不会养，而是你一开始就忽略了7个致命要害。这7件事，90%的花友都踩过雷，甚至有3件是蝴蝶兰死亡率最高的幕后黑手，一不小心就会让它从开花女王变成养花灾星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这集视频，我们就来逐一揭开这些关键细节，建议你一定用3到5分钟观看本期内容，特别是第6点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搞懂。要害1：蝴蝶兰不缓苗。网购现在很盛行，包括各种花花草草，大多数都能网购，当然包括蝴蝶兰这种需求量巨大的花卉。如果你家也网购了蝴蝶兰，收到东西之后一定要记得缓苗，因为花卉经过长途运输，换到一个新环境，需要一个适应期，以减少新环境对花卉的伤害。缓苗听起来高深莫测，但其实非常简单，将刚收到的蝴蝶兰摆放在室内通风并且光线明亮的地方，为了减少光照的刺激，先不要晒太阳，也暂时不用浇水，不用换盆，大概过了3至4天左右的时间，缓苗就成功了。要害2：蝴蝶兰浇水凭感觉。养蝴蝶兰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给它浇水。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特别是初次养蝴蝶兰的朋友，浇水尽量不要仅凭感觉，那样会造成误判。一定要先观察花的状态，再来判定是否需要浇水。判断的方法也很多，比如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水苔，感受一下它的干湿情况，一般水苔发白了，就是要浇水了。像冬天，基本上半个月左右浇一次，具体还是要看实际的干湿情况。浇水的量，一株蝴蝶兰一般在150毫升左右。另外，在浇水这个环节，大多数花友还是习惯直接用自来水浇花，用浇花壶从水龙头里接些水，马上就浇在蝴蝶兰的植料上。这种浇水方式是非常错误的，在夏季和冬季甚至会要了蝴蝶兰的命。蝴蝶兰是对温度很敏感的植物，温差过大会对它的细胞造成伤害。在夏季的时候，天气非常炎热，从自来水水管流出的水往往温度比较低，直接用这种水浇灌蝴蝶兰，剧烈的温差会伤害到它的根系。冬季也是同理，冬天的蝴蝶兰需要保温养护，都会养在有空调或者暖地的室内。从水管流出的水会比室内低3到4度，直接浇灌蝴蝶兰容易导致根系受冻腐烂，严重的甚至会让整个植株死亡。在夏季和冬季给蝴蝶兰浇水之前，先把水龙头的水接到浇水壶里，然后在室内放置1、2个小时，让水温和室内环境温度保持一致，才能用来浇灌蝴蝶兰。要害3：蝴蝶兰直射光照射。养蝴蝶兰，多数人都是直接将它摆在家里的客厅里或者玄关的位置。大家基本上都会认为蝴蝶兰是喜阴的，它的耐阴性非常不错。不过，想养好蝴蝶兰，还是需要光照的。但是，请牢记，它需要光照，但不能直射，即使冬天也不要直射，特别是高温的夏天更是如此。冬天可以将蝴蝶兰摆放在靠窗的散光环境，这样蝴蝶兰基本上不会浆包，顶部的小花苞届时都会绽放。当然了，在室内要注意通风，环境太闷，时间久了肯定也养不好，这点同样需要注意。要害4：温度低于15度。大多数花友肯定知道蝴蝶兰怕冷，不过他们或许认为只要蝴蝶兰不放在户外，摆在家里养护肯定没问题。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有养蝴蝶兰的朋友，尤其是一些新手小白，即使在室内养蝴蝶兰，室温最好始终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，最好不要低于10摄氏度，否则它的花朵与叶片就会遭受冻害，温度越低，冻害越严重，这一点千万要牢记，毕竟1个晚上的低温就可以让蝴蝶兰变成腌菜。另外，夏天养蝴蝶兰，温度最好能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，否则会影响它的花期及植株健康。要害5：不换盆或者换盆偷懒。如果你买的蝴蝶兰是散装的，也就是简易塑料盒种植的，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花友都想换一个漂亮的花盆，但若你是一位养花新手，建议先不要换盆，
可以直接给它套一个大一点的花盆，如果花盆比较大，也可以将多株蝴蝶兰进行拼盆。但是，若你一定要换盆的话，就千万不要偷懒。种蝴蝶兰用的介质，请务必使用水苔、树皮，比如松林、椰壳等等，千万别为了省事用土，包括营养土也不行，因为用土很容易烂根，蝴蝶兰根本养不好。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关键，很多花友常年不换植料。有些花友养蝴蝶兰，常年不换植料，也会对植物造成伤害。树皮、水苔这类植料会随着时间慢慢腐烂分解，水苔逐渐发黑并断裂成碎片状，树皮逐渐变得粘连，腐烂后的植料内部结构被破坏，变得越来越不透气，气生根在里面无法正常呼吸。不仅如此，植料腐烂的过程中释放出酸性物质，会导致土壤环境过酸，也会对根系造成伤害。因此，想养好蝴蝶兰就一定不能偷懒，每1到2年就要换一次植料。要害6，没有低温刺激花芽。蝴蝶兰是一种很奇特的花卉，尽管它是热带植物，叶片生长喜欢比较温暖的环境，但却只有在低温环境的刺激下才能分化花芽。如果一直把蝴蝶兰放在2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，没有低温刺激，也没有昼夜温差，蝴蝶兰就很难长出花芽。想让蝴蝶兰长花芽，要把它养在15到20度的环境中，至少养20天以上，才能长出花芽。如果白天温度高于20度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晚上的温度需在20到15度之间。建议花友们白天把蝴蝶兰放在室内，晚上放在阳台，但也不要大意，一定要关注阳台的气温，不能低于15度，以免把蝴蝶兰冻伤。但等花见冒头之后，这种频繁换位置的行为就要停止，否则环境温度剧烈变化可能会让花苞掉落。要害7，乱动气生根。蝴蝶兰属于附生植物，野生的蝴蝶兰附着生长在高大热带树木的枝干上。热带雨林常常下雨，空气潮湿，蝴蝶兰从而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根系常常会长出土壤外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。所以家里的蝴蝶兰养得久了，经常能遇到根系长在植料外的情况。有些花友觉得这样的根系太难看，会用剪刀剪掉或者埋入土里，这样反而对蝴蝶兰造成巨大伤害。其实蝴蝶兰长在植料外的根系越多，说明它越健康。这些根都是蝴蝶兰为了额外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生长的，埋入植料里非常容易腐烂，用剪刀剪掉更会让植株元气大伤。其实这些裸露的气生根完全不必去管，让它们自然生长就好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蝴蝶兰养护的内容。喜欢养花的事情，还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